一场风暴令号称永不沉没的游艇快速倾覆，船上6名超级富豪葬身大海。而诡异的是，船上的船员却平安无事，附近的船只也都安然无恙。这到底是一场定向收割的意外，还是精心设计的谋杀？今天我们来聊聊英国贝叶斯号沉船疑云。不久前一场扑朔迷离的豪华游艇沉船事件引发了全球关注。这件事还要从2024年8月19日说起。当日凌晨，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西西里岛遭遇了一场飓风。一个叫波提切洛的港口附近，一栋别墅的监控拍到了贝叶斯号沉没的画面。其中的一段视频显示，贝叶斯号原本停靠在离岸约几百米的外海海面上，随后狂风暴雨猛烈袭来，游艇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随即，海岸警卫队接到报警，并展开了救援。次日通报，该豪华游艇上共有22人，其中1人死亡，15人获救，还有6人下落不明。可是这件事怪就怪在获救的15人中，14个都是船员，而失踪的6个人则全都是非富即贵。其中一位正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59岁的传奇科技大亨麦克林奇。他被称作是英国版的比尔盖茨，不仅是个知名的顶级富豪，还与英国政府、媒体的关系密切，曾经担任过首相卡梅伦的科学顾问。就在沉船意外发生的2个月前，他刚刚在一桩世界瞩目的欺诈案中大获全胜。为了庆祝胜利，他在8月14号这天，带着妻子和18岁的女儿登上了贝叶斯号豪华游艇。一起上船的呢，还有另外2家人，分别是 Morgan Stanley 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夫妇，以及帮助他脱罪的律师2口子。他们从荷兰鹿特丹起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西西里岛海岸，随后计划前往艾奥利群岛，然而却在西西里岛突遭意外。游艇上这3家人一共是7口人，除了林奇的老婆最后获救生还了，其他的6个人全部下落不明，然后被宣布遇到了海难。那这也太巧了吧！一艘船沉了，全可着最重要的人物死，那船员全都没事儿。于是这场事故不禁让人产生许多疑问，不是说船员的命不是命而是因为这个概率也太寸了吧。其中的疑点之一呢，就是这调查显示了贝叶斯号的船员在船体开始倾斜到沉入海底的几分钟时间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营救措施。而且事发当晚，附近的渔民们看天气这么差，都早早回家了，不敢出海。为什么贝叶斯号的船员就没有意识到这即将来临的危险天气呢？疑点之二就是距离贝叶斯号不远处还有一艘1957年建造的帆船，同样遭遇了风暴，但是人家那艘老式帆船却安然无恙，甚至还向沉船提供了援助。这让外界对贝叶斯号的船员在事发时的表现产生了更多质疑。一些人就认为这起沉船事故或许并非单纯的意外，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报复。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还要从麦克林奇这个人讲起。这起沉船事件之所以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主要还是因为林奇这个传奇人物。他1965年6月16日出生于英国的小镇伊尔福德。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林奇表示，自己虽然出生于伦敦，但父母都是爱尔兰人，母亲是护士，父亲是消防员，是个中产之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人脉背景。好在他自己非常争气，脑子也聪明，学习成绩呢非常好，11岁就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进入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私校 Bancroft School 学习自然科学。由于这个学校私立的性质以及高昂的学费，他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富裕家庭或者是精英阶层。一般来讲，像林奇这样的中产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不太可能进入这座顶级私校的。可以说，林奇在小年纪就通过知识第一次改变了命运。之后他也是一路开挂，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剑桥大学，获得了信号处理和通信研究的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18世纪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创立的概率理论。这个贝叶斯推理是统计学中的重要理论，用于描述如何根据新证据调整之前的假设。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家附近有几家不同的披萨店，你想要知道哪家店送餐最快，一开始你听说 A 店最快，
但是随着自己点了几次外卖之后呢，你就有一些送餐时间的数据了。根据这些新数据，就可以调整你对每家店送餐速度的判断。结果发现，可能 B 店比你原来想象的还要快。当然了，这真正的研究和理论比我刚刚这个例子要复杂得多，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学生才能够从事这类的研究。因为它既要求深厚的数学基础，也要求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而林奇就是这少数天才之一，他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成为所在大学图书馆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基于对贝叶斯推理的理解，林奇一共开创过3个公司，而这3家公司都在当时走在了科技的最前沿。第一家呢是20世纪80年代末，林奇读博期间创立的 Linnet System。这家公司专门设计和生产音乐录制行业的音频产品，其中包括首款能用于计算机的采样器 Linux。这是一款先进的音频处理工具，允许用户采样和编辑声音，提供实时的波形显示，用户可以调整音频的音量、音高，甚至对声音进行倒放或者循环。1988年，这么一台采样器就能卖到1899英镑。而当时一台福特汽车的售价也不过6000英镑。第二个公司呢，是林奇在1991年创立的 Cambridge Neurodynamics， 专门从事基于计算机的指纹识别。这项技术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相当牛，模糊的、变形的，甚至是被污染的指纹都能够有效识别，所以连英国警方都是这个公司的客户之一。1996年，林奇又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Autonomy Corporation， 并担任首席执行官。因为咱们讲的这个案例都是围绕着这个公司展开的，所以下面咱们就简称它为 A 公司这 A 公司成立之后呢，迅速发展成为了英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后来成为了英国上市100强，同时也是英国硅谷 Silicon Fund 的龙头企业之一。其实这3家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是基于贝叶斯推理而衍生出来的。尤其是这第3家 A 公司，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信息自动化检索技术。通俗点来讲就是该公司的软件可以理解并且处理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音频、视频、文字、文本等等，可以从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等数据中自动抓取有用的信息，让用户高效地分析和使用这些数据。这几家公司的大获成功，属实让林奇把学以致用、知识变现给玩明白了。A 公司创立后不久，林奇也站上了他人生事业的巅峰。21世纪初， A 公司的客户已经覆盖eBay、福特、丰田和福克斯等诸多大企业，其股价也一路飙升，让林奇成为了英国第1位白手起家的科技界亿万富翁。此后他还带领 A 公司收购了语音识别等领域的其他公司，扩大了集团的规模，在旧金山设立了一家大型办事处，让 A 公司打入美国市场。当时英国的科技企业能够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对整个英国来说都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而林奇的搭档也是 A 公司创始人之一的 David 就对他赞不绝口，说在林奇之前英国没有科技界。林奇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了英国的科技也可以是世界级的。可以说林奇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英国科技界没有世界级大佬的尴尬境地，颇有点孤胆豪杰的意思。2000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25大科技领袖之一。2006年，他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以肯定他对英国科技创新的贡献。2011年，又被《计算机周刊》评选为英国 IT 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林奇还被选为时任首相卡梅伦的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种种成就令他有了媒体公认的英国比尔盖茨之称。而名利双收的林奇则选择了激流勇退。2011年，他就将 A 公司打包卖给了美国的惠普公司。就是这笔交易标志着林奇事业的巅峰，但同时也将他推向了一场灾难。2011年7月，在诺曼底的豪华度假胜地，惠普首席执行官与林奇达成协议，决定收购 A 公司，并开始对其财务进行尽职调查。8月，急于转型的惠普宣布以每股42.11美元的价格收购 A 公司，溢价约79%。这个决定遭到了业界的批评，认为该价格给的高的离谱。
但是呢，这笔交易还是获得了2家公司董事会的一致批准，并于2011年10月3日完成。最终，惠普花了大约102亿美元，获得了 A 公司87.3%的股份，而林奇也从这笔交易中获利8亿美金。然而，仅在交易完成的13个月后，惠普就计入了88亿美元的减值损失，其中超过50亿美元与 A 公司严重的会计不当行为、虚假陈述和信息披露失误有关。随后，惠普展开了内部调查，发现 A 公司数据造假，它的主要收入并不是向客户销售软件得来的，而是亏本卖硬件得来的。合着这是把卖家底儿的钱继承自己高科技的软件许可收入。那这招真是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呀！这么离谱的资产缩水，也让惠普不得不开始了维权之路。可能看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之前不是说收购的时候，惠普对 A 公司就进行了财务的尽职调查吗？那怎么在那个时候没发现会计造假呢？事实上在后来的庭审当中，林奇的律师表示，尽管惠普声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其实当时呢，只是惠普的高管和林奇的团队进行了6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就拍板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不了解清楚就冲动消费，那不怪你怪谁呢？不得不感慨这世界可能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总之不少业界人士称惠普的收购决定是灾难性的，也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企业并购之一。它还导致惠普在2015年将自身一分为二，并且最终出售了 A 公司这个部门。2012年，咽不下这口气的惠普搞了波大动作，联合美国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对 A 公司的高层进行了调查，指控包括林奇在内的高管通过会计造假、虚增公司收益的方式，人为抬高公司估值，欺骗惠普以高价进行收购。惠普方面表示正是这么大规模的财务欺诈行为，才最终导致了其巨大的投资损失。那林奇这边当然不会认账称惠普公司的管理不善和内斗才是摧毁 A 公司价值的元凶。他说，惠普只是将我当成了替罪羊，以掩盖其收购失败和管理不善的事实。言外之意就是，我给你的公司是块金疙瘩，让你玩成了废铁渣，结果你还来一耙倒打，生不出儿子来，别只怪妈。林奇之所以能这么理直气壮呢，是因为公司到谁手里才垮这种事情其实很难进行取证和界定。其次这个英国的严重欺诈办公室自打成立以来，还没有成功起诉过任何案件，每次都是在提出严重的指控之后，投入大量纳税人的钱进行调查，结果却因为一些无厘头的错误被人抓住把柄而无法起诉。果然，在调查了3年之后，英国当局取消了对 A 公司的调查，理由是证据不足，无法真正定罪，然后就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回给了美国，由美国当局继续对林奇进行调查。2018年，美国当局以欺诈罪等17项罪名起诉了林奇等人。不久之后 ，A 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侯赛因被判犯有欺诈罪，并被判处了5年监禁。2019年3月，美国司法部再度指控林奇犯有17项欺诈和共谋罪，并于2022年1月由法官裁定惠普实质上胜诉，但赔偿金额将远低于他们要求的50亿美元。2023年，围绕林奇是否会被引渡的法律问题愈演愈烈，最终英国高等法院驳回了林奇关于不引渡的上诉请求。同年5月，林奇最终被引渡到美国。他被迫缴纳1亿美元保释金，并被软禁于家中。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概率的数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情况对他的不利程度。因为有研究中心数据表明，美国联邦刑事案件中只有大约0.4%的被告出庭受审并被判无罪。他这一趟搞不好就有去无回了。然而，他决心要在法庭上向陪审员讲述他的故事。时间来到2024年3月，林奇欺诈案在旧金山开庭。他辩护的核心是自己是一名技术专家和创业者，而不是深入参与总部会计实务的人。他的律师也强调，林奇呢就是个创业家，喜欢在凌晨2点一边吃披萨，一边发明一些东西。经过3个月的庭审，林奇的律师凭借着3寸不烂之舌，使陪审团裁定对林奇的15项电信欺诈罪名均不成立。这个结果有人说是林奇选对了应诉对策，而有人说他就是用超能力选对了律师而已。总之此案历时10多年后终于尘埃落定，
涉及到的复杂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对科技、金融和法律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啊，事情到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惠普公司是绝对不会吃下这么个哑巴亏的。林奇这边呢，结束了长达10几年的诉讼后，自然是扬眉吐气，神清气爽。他对英国媒体高调表示：“说实话啊，我今儿能坐在这儿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无辜，是因为我还有足够多的钱。”为了庆祝2次生命，今年夏天他就邀请家人、律师夫妇、关键证人、Morgan Stanley 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夫妇，这么3家人一同登上了自己的超级游艇贝叶斯号。这艘帆船是由佩里尼公司在2008年建造，长56米，桅杆高75米，原名为 Salut。2014年，林奇买下它，并将它改名为贝叶斯号，以纪念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贝叶斯推理既是他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他逆天改命、白手起家的财富之源啊。2020年，林奇完成对贝叶斯号的翻修，内部设有6间豪华套房，能承载22人，价值4000万美金。除了毫无人性之外呢，这艘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根据厂家的说法，这艘船啊永远不会沉。这话呀，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呢？凡是号称永不沉船的，最后啊都啪啪打脸了。上一艘打出这个口号的，大家都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林奇一行人是8月14号上船的，然后一路走走停停，沿着西西里的海岸线欣赏各处的美景。到了8月19号凌晨5点呢，这船就停在了波提切洛港口外300米的海床上。可是啊，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风暴袭击了这片海域，原本还亮着灯光的贝叶斯号很快变暗，直至消失。一位住在海边的屋主表示，短短60秒啊，这艘游艇就不见了。调查人员称，游艇之所以沉没的这么快，可能是被海龙卷风或者是夏季暴流直接击中了。这是一种由雷暴天气引发并迅速蔓延的局部强风，发生的突然且力量强大，可能在一瞬间破坏了游艇外壳的整体性。然而调查人员却无法解释，当晚停泊在港口那么多船，为什么就唯独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船沉了呢？造船公司的 CEO 赶紧出来声明，说这沉船和游艇本身的质量毫无关系，是一系列人为的错误才导致的悲剧。È una nave progettata per essere inaffondabile e le navi a vela sono le più sicure in assoluto. Ovviamente non devono andare contro gli scogli con violenza, squartando lo scafo e non devono imbarcare acqua. Così sono inaffondabili, ma comunque bisogna saperle gestire.Se questa competenza è ben espressa, la nave è inaffondabile. 在这样剧烈的风暴中，全船应该处于一个警戒状态，锚应该被收起来，船头调向风浪的方向，关闭所有的舱门，船员和乘客都去往同一个安全的地方才对。那么在这场事故中，船员和船长是否做到了这些准备呢？要知道啊，丧生的这6个人，他们遗体出现的位置全部都是在船舱之内，说明什么呢？说明根本就没来得及逃跑，也就是说，事先根本就没有得到什么预警。另外啊，根据一名水下的搜寻人员的证词，有一处船舱并没有关闭，这就可能导致海水迅速的灌进来。不过啊，这一点呢，倒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船舱很有可能是在剧烈的晃动中被震开的。但是啊，林奇等人的初步尸检结果表示，他们的肺部、气管和胃里都没有水，说明什么呢？不是被溺死的，而是因为氧气耗尽而窒息身亡。调查人员还找出了一些细节来佐证这个结论。当他们找到林奇等人的遗体时啊，发现这些人都被困在游艇的左舷舱室内。当时呢，游艇是向右倾斜沉入水中的，因此啊，左侧舷舱呢应该是最高的地方。很明显啊，他们在沉船的过程中试图躲在没有水的地方，但却耗尽了密闭空间里最后的氧气，最终窒息身亡。而在15名获救的幸存人员当中，贝叶斯号51岁的新西兰籍船长 James 被列为调查的唯一嫌疑人。警方正在判断他是否存在过失沉船和过失杀人的行为。
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接受调查并不意味着有罪，也不一定会导致刑事指控。而让这个沉船事故显得更加诡异的是，就在贝叶斯号沉没的几个小时前，林奇的密友和他一起被告的 Stephen Chamberlain 也死了。死因呢也很诡异，在他家附近跑步的时候，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接受了急救，但还是在8月19号因伤势过重而去世。虽然官方表示这两起事故都是悲剧性的巧合，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两起意外存在任何的关联，但是这种巧合不免给沉船事故增上了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色彩。一艘造价近4000万美元的巨大游艇在短短1分钟内沉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前面咱们也提到了，是水龙卷直接击中了船体。这种水龙卷在夏末的意大利并不罕见，受到温暖的地中海海水的推动，宽度通常是2到3米，像一团旋转着的水加风横扫甲板。气象学家也表示，意大利每年会经历100多次龙卷风事件，而在沿海地区，强风可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在几秒内迅速刮起，然后又迅速消失。西西里岛民防局局长表示，这种龙卷风只能预测到可能性，不可能计算出这种天气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可问题是，在水龙卷袭击下，这贝叶斯号就一定会被摧毁沉没吗？船业专家表示当这个强大的水龙卷以环流风速超过300英里每小时，能迅速把船体一侧的水全部吸走，干扰船的这个静态浮力平衡的时候，游艇才会迅速的倾覆下沉。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这可是一场100年不遇的悲剧啊！这个100年不遇的概率有多大，咱不得而知。但是意大利当局明显没有把这个锅全部算在天灾上，而是重点调查了人祸的部分。而随着调查的深入，造成沉船的几种技术原因逐渐浮出水面。原因之一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它桅杆被风吹倒了。这艘大型游艇上过高的桅杆，使得游艇遭遇海上龙卷风的时候被整体掀翻了。这道理呢，类似于个子高的它下盘不稳。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对路透社表示，虽然贝叶斯号的船帆已经收起来了，但是它的桅杆和索具仍然会产生风阻啊。水龙卷袭来的时候，连带着船体就这么被吹倒，沉入了海中。贝叶斯号的这个桅杆确实很高，70多米，大约20多层楼那么高啊。同类型船只里，它排名世界第2。那你说，会不会是造船的时候追求这些华而不实的名次，而牺牲了安全性呢？对此造船公司坚称，这个桅杆是在安全范围内的，这艘船的设计保证是绝对稳定的。言下之意，就算我的桅杆再高，帆它没撑起来，那一根棍儿能有多大的风阻呢？至于连带着整艘船被掀翻吗？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船体结构上出了问题，比如说可伸缩龙骨的位置发生了错误。这龙骨呢，一般就是承重结构嘛，在船上就是从船头贯穿到船尾，目的是提高船的稳定性，降低在水里的重心。而贝叶斯号上的龙骨更高级，是伸缩龙骨，可以抬高，以减少船的吃水量，更容易进入浅水的港湾。但问题是，如果它调得太高的话，在遭遇强风的时候呢，可能会破坏船的稳定性，导致船沉没。而比起上面2种技术原因更多人认为它就是进水了。可能是在风浪中某个重要的舱口盖没有关闭，那这一点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可能性。狂风暴雨中船上可能有一个重要的舱口或者是门开了，导致船身迅速渗水。但是造船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我们这船早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即使进水了，也有足够的时间让所有人下船登上救生筏。作为现代超级游艇，贝叶斯号配备了6个独立的水密隔舱。就算坏了俩，游艇仍然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为乘客争取逃生时间。然而事实是，船上的贵宾们并没有获得紧急逃生的机会。那你说，这么多的高科技加持下，这船说沉就沉了，这无疑给了阴谋论发酵的土壤。除了上面技术性的3种沉船的理论，更多人相信，其实这个事件背后就是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第一种阴谋呢，就是惠普针对林奇等人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惠普它损失了近100亿
颜面尽失，在业界被笑掉大牙了。既然法律拿你无可奈何，那么我得让自己的方式让你付出代价呀。当然了，这种说法的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虽然林奇获得了刑事诉讼的胜利，并不代表着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惠普针对林奇发起的高达40亿美金的民事诉讼仍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出结果。而第二个阴谋论说林奇和英美情报界有着秘密的关系，沉传是他因为某种原因被灭口了。美国 CNN 的报道中称，有4位熟悉调查和打捞行动的消息人士透露，这艘游艇上有与西方情报机构相关的高度敏感数据。幸存者告诉检察官，林奇不信任云服务，无论航行到哪儿，他都会将数据驱动器放在游艇的安全隔间中。船上有防水保险箱，里面装有2台超级加密硬盘，储存着高度机密的信息，包括密码和其他的敏感数据。这些敏感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它到底有多敏感呢？根据美国政客网的报道，林奇在1991年建立的 Cambridge Neurodynamics 不仅为警方提供指纹识别服务，还获得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合同，从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后来科技巨头 A 公司也正是脱胎于此。A 公司曾经赢得过英国和美国政府机构的招标，其中有向美国国土安全局提供分析情报的服务，还和美国陆军、NASA 和美国情报机构都合作过。政客网还指出A 公司的董事之一还担任过五角大楼国防顾问委员会主席。英国这边呢，政府通信总部和军情6处也被认为是该公司的客户。卫报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将 A 公司描述为处理秘密情报和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利的少数英国企业之一。文章还称 A 公司拥有先进的计算机窃听系统。早在2013年林奇还和英国的前情报官员、军情5处网络防御团队的高级人物共同创立了一个叫 Darktrace 的公司，是一家利用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公司，同样涉足美国市场。而林奇的密友，咱们前面提到了，在家附近跑步的时候被车撞死的 Stephen， 正是 Darktrace 的首席财务官。这儿还要强调一句，这些阴谋论和猜测呢，大多是基于猜想的，目前还缺乏实质的证据。然而林奇和这些情报人员的关系和他公司的经营背景的确使得这起沉船事故变得离奇和复杂。一连串看似不相关的巧合，它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天有不测风云的意外，还是早有预谋的陷阱？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目前仍然深藏在50米深的海水之下。调查团队计划打捞起沉没的游艇，希望能够以此找到更多的线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进展。感谢大家收看 MR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